东木公本是有些犹豫，觉得自己做督军也没意思，但是考虑到海神从来不会坑自己，木公还是主动站出来请命前去督军。玉帝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，封东木公为天庭督战元帅。当下化日天、东木公、李长寿齐齐领旨谢恩，离开了凌霄宝殿，赶去通明殿商议具体战事。东木公看着化日天的背影，眼中带着几分不满，正要去给化日天摆摆神威，还好李长寿的嗓音在东木公的心底及时响起：木公，你品，你细品。木公闻言皱眉思索，很快就想到了什么。莫非陛下是在试探我有无争权好胜之心？当下东木公立刻就警醒了，露出了温和的笑容，赶向前去，与化日天仔细地叮嘱行军征战之事。天庭此时真正带兵打过仗的天将不多，东木公好歹是指挥过驰援龙宫的那一战。李长寿见此轻笑了一声，与月老老铁不同，东木公的先职生涯明显增加了一丢丢的生命力。因神位不全，天庭此时领旨慢得要命，但是呢，调兵遣将却是十分的高效，3日后就可以调动10万精锐天兵。其实啊，如果不是要操训仙斗兵的战阵，其实几个时辰便可以出征了。回头想想，虽然李长寿已经极力的偷懒去极力的让出功劳，但是各事敲定之后，他赫然发现自己还是身兼数职，管后勤，管协调，提供一些小战术，还要安慰某位老神那敏感脆弱的苍老心灵。除此之外，李长寿必须再准备一批指导人，与10万预备的仙斗兵作为关键时刻救场的援军。前后算下来，还真不如做一个主将舒心。通明殿中，东木公与化日天召集了10多位天将，开始商量具体调兵遣将之事。李长寿道：我先去龙族那边联系好，确定出兵之日。化日天也拿出了大将之风，拱手笑道：哈哈，有劳海神操劳此事了。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李长寿笑着答应几声，暗中打量了几眼这位玉帝的化身。今天的玉帝陛下明显是兴致高亢，这具化身的眼中一直带着璀璨的亮光。也不知玉帝陛下这化身要在天庭存在多久。控制这一具指导人回了天庭海神府，李长寿片刻不得闲，立刻派了一具指导人赶去了东海龙宫，磋商有关龙族出兵之事。李长寿的这一计对天庭和龙族算是双赢。深海妖族的聚集地，一在南海深处，一在西海深处，且大多都是业障缠身的妖物。对于深海大妖，龙族还有几笔旧账需要清算。此前龙族一是腾不出手，四海叛军搞事不断；二是妄动兵戈，极易折损龙族本就微弱的气运，容易引发更麻烦的后果。所以龙族大多的时候，若非必要，不会轻易起兵。今日天庭主动邀龙族出兵助权，龙族非但不用担心折损气运，还可以借此提升一波气运。这种好事来100次，他们龙族必然接100次。李长寿的指导人到龙宫之后，又为龙族感激涕零了一番。还好龙族此时已知晓，海神大人不喜享乐，不好女色男色，除却会拿龙族一点拿来铺路的宝财之外，近乎是无欲无求。于是李长寿与东海龙王单独商议龙族出兵具体事宜时，敖乙在隔壁的偏殿帮自家教主哥哥收起了一批又一批自家的宝箱。这条小龙的笑容是那般的灿烂，满足感洋溢而出。龙族这般热情，真是让李长寿也有些不好意思不收。前后不过半个时辰，李长寿就与龙王爷敲定了具体的事宜。龙族方面将由敖乙作为龙族兵马总指挥，2位龙族长老作为副手，
动300龙族高手、3万仙蛟兵、18万虾兵蟹将，并全权负责侦察所敌之事。这些兵马的数量都是李长寿与龙王爷仔细斟酌之后最终定下来的，既不能太多，以免喧宾夺主，也不能太少，显得龙族毫无诚意。而李长寿思索再三，还是对着龙王爷暗示了一句：此次天庭主帅非同小可，龙族兵将万万不能冲撞了此人，上下当另行禁止，听天庭主帅统一调配。当如此。龙王爷抚须点头，自是明白了这主将是谁。上次玉帝的化身化日天在敖乙大婚时就已经被东海龙王认了出来。龙王爷含笑问：这位竟这般重视此事？也不能说特别重视，毕竟是天庭对外主动用兵，与前次驰援龙族又有不同。李长寿笑着回了一句，将那句陛下其实也是闲的给摁回了心底。李长寿又道：龙王爷，此次对深海妖族用兵还需要注意，不能走漏消息。海神可有妙计啊？可以安排一股海族的叛军流窜到深海妖族之所在，龙族表面派兵急追，到时候再将剑锋调转，剿灭海族大妖。善。东海龙王含笑点头。以海神之计，倒是意外的好说话。与龙宫约好了3日后出兵，李长寿就命敖乙先一步赶去天庭，代表龙族听候天庭荡妖元帅调遣。他走的每一小步其实都有深意。李长寿此次略施算计，一手给深海妖族打了一口水晶木棺，此乃天庭征伐战事，大部分的因果都是天庭承接，而天庭大运也非区区2只妖族余孽就可以撼动。就是不知西方教会有什么反应，此事当速战速决。李长寿的本体喃喃一声，继续算计筹谋。稳妥起见，他安排指导人外出，本体趁机溜回了小琼峰上。虽然渡仙门此时那丝薄润滑的护山大阵对于他而言一掌可破，但在仙门之内就是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之感，大概是距离圣人老爷近了那么一丢丢。天庭与龙宫暗中调兵的第2日，李长寿又定好了几个后备方案，由敖乙转交给了东木公。玉帝陛下这是变相的御驾亲征，李长寿在天庭的指导人也会随驾同行。这一对化身君臣倒也算是妙事。小战在即，李长寿其实还想多拟定一些应急的预案，以防天庭龙族大军着了西方的算计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思路，灵娥就匆匆而来，喊他前去破天峰上观礼。李长寿不敢怠慢，本体现身，与灵娥一同赶去了破天峰。他在外面奔波劳碌时，有关师伯转世身拜师之事已经定了下来，由忘情上人收徒，赐道号九诗。这个诗是诗词歌画的诗，为了区别九诗与九诗，就是那个诗里的诗跟诗词歌画的诗，平日里大家都会唤它做九语诗。定下此事，自然就是要正式拜师了。江灵儿忙前忙后，好生张罗了一番。忘情居来了几位长老和太上长老，而一直在闭关养伤的掌门也是闻讯而来凑凑热闹。九字九仙齐至，各自与新入门的小师妹见礼，也大多知道晚将羽之事。九九更是异常的振奋，将九羽师拉在手边，逢人就说这是自家的小师妹。李长寿带着灵娥刚驾云抵达忘情居前，九九就拉着九羽师跳了出来，昂首挺胸轻喝一声：嘿，这2个小辈还不快过来见你们师叔。灵娥顿时笑不成声，向前欠身行礼。李长寿也像模像样的做了一个道揖，一本正经的喊了一声：弟子李长寿拜见师叔。
九九莫名的有些心虚，而刚得了道号的少女连忙向前，反过来对李长寿欠身行礼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李长寿笑着在怀中拿出了3瓶丹药，言说：恭喜师叔拜入门内金仙门下，今后还请多多关照。这是充饥丹，山上不比凡俗，莫要饿到了自己。一旁灵娥笑道：哼，师兄你还不知呢，雨师师叔会在咱们小琼峰上修行，九师叔代师传道，才不会饿到雨师师叔呢。哦，李长寿顿时笑了一声，如此师父也能多一点机会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师父去哪儿了？这般重要的时刻，师父按理说该在此地才对啊。李长寿将丹药递过去，少女雨师俏脸泛红，小心翼翼地接过。一旁的九九好奇地凑了过来，打开一瓶丹药看了一眼，随后那张俏脸就额头挂满了黑线。灵丹品质的充饥丹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迈步进了忘情区，对着各位门内前辈行礼之后，就去角落中静静地站着。灵娥自行留下与九九一同行动，陪着九羽师在此地接待宾客。等龙族之事过了，要不要忽悠一些堕仙门的人上天庭呢？李长寿的心底如此思索着，他早有推算。封神大劫除了南赡部洲的主战场之外，三教仙宗应该也有一场大劫。堕仙门在量劫之中并不安稳，若是提前将自己的亲友带上天庭，也能够尽量的避开这般劫难。这算不算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？应该不算吧。他肯定不会安排堕仙门门人去他那海神的帐下，天庭空缺的神位有那么多呢。长寿，来了。突然听到身旁传来有些陌生的嗓音，李长寿扭头看去，禁不住气息上涌，低头咳了2声，却见一位银发青年正从另外一个角落朝着自己迈步而来。他身着绸面蓝色长袍，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靴，腰间束着金玉环，面容白净，身姿挺拔，双目炯然有神，也可以称得上是剑眉星目，翩翩美男。若非此人身上还有着一缕李长寿无比熟悉的灼仙气息，怕是当真要问一句：帅哥，你哪位啊？奇缘，这正是自家师父奇缘老道。我操了个天哪！师父，您……怎么？奇缘顿时有些紧张地问：这么大本是不是有些奇怪？啊，不，怎么会呢？李长寿竖起一个大拇指，师父英俊潇洒，弟子本来就是知道的，就是一时间看着有些不太习惯而已。李长寿想了想，还是传声提醒了师父一句：只是师父，转世虽是同真灵，却已非昔日故人了，有些事还是顺其自然的好。哎呀，师父知道，师父知道。奇缘连连点头，与李长寿站在一起，笑着传声回道：为师只是在今日这般打扮，想看他再拜入师门。为师余生不过万载，不敢多想与师姐之事。师姐的这一世，为师想在旁守着护着，待他成仙问道，为师也就没了牵挂啊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心底轻轻一叹：唉，灼仙，地仙道。师父，李长寿传声，有一位大能，号地仙之祖，弟子若有机会便去拜访一番，问问地仙修行之法如何。而且师父若入天庭任职，寿元可以增加数倍。不必如此费心。奇缘传声轻叹：唉，长寿，为师日后会拼命修行，早日修成真仙。为师知你已踏出了渡仙门，有望长生道果，
莫要分心挂念为师，照顾好你师妹就好。言说之中，齐元老道偷偷看了眼门外，看到那笑容腼腆的美丽少女，随之便收回目光，眼底一片安然。徒儿，弟子在。谢了。师父，您要是再这么瞎客气，那地府转世定制尊贵套餐，弟子提前就给您开始安排上了。忘情居中，30余渡仙门炼气士的注视下，少女九羽狮跪在忘情上人面前，先前3叩首，自此别凡尘。随后忘情上人抬起右手，掌心酝酿着一缕缕仙光，在九羽狮的脑袋上轻轻拍打3次，为其起慧根，增悟性。忘情上人保持肃容，道：从今日起，你便是贫道第10位弟子，望你安心修行，早日成仙成道，仙路安宁，可期长生。今后需遵督仙门门规，知自己人教仙宗之根教，莫要做有辱门风之事。此前已经演练过数次的九羽狮再次叩首，脆声道：弟子谨遵师父教诲。善。忘情上人招招手，九依依立刻向前。九依依捧着一身仙履宝衣，2把仙宝短剑，3只储物宝囊，宝衣之上还有渡仙门弟子入门功法，以及记载着渡仙门门规的玉符。等九羽狮接过了入门大礼包，9位师兄师姐向前与他见礼，各自都有礼物备下。李长寿见状也是颇为感慨，师兄师姐多了，这见面礼都能小小的发一笔。感受到了一旁灵娥那悠悠的视线，李长寿嘴角一撇，扭头观察了师父的表情。师父现在很感动，单纯的感动。师父站在另一个角落中，跟在江灵儿身后，趁着没有人注意，抬手擦了擦眼角，然后又笑看着那边热闹的情形。